我和李明峰恋爱5年，在婚期前1周，却发现他手机里存了无数条同一个女生的聊天记录。我悄悄定下婚礼当天去旅行的机票，静静地看着他若无其事的表演。婚礼当天，新娘逃婚，他却慌了。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张经理，您上次说的外地分公司名额还有吗？我想好了，我要去。上司听见我同意去外地工作，语气里满是欣慰。行，我现在就把你的资料报上去。只是听说你快结婚了，没事，不接了，放心吧。我声音里隐隐带着颤抖，为了不让对方发现，说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眼睛盯着李明峰手机里的聊天记录，有些出神。我们毕业后就进入了同一家公司，在不同的岗位工作。今晚他去参加同事为他举办的聚会，手机关机，领导找不到他，又急需一些文件，电话才打到我这里。于是我第一次打开他的手机，却发现了这些聊天记录。一瞬间，5年的回忆涌入脑海。在一起这么久，他从没留下我们恋爱的任何痕迹，却把跟另一个女生的点滴都保存下来。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只是我对他来说不重要。5年来，我为他的冷漠找尽了借口，固执的样子像个傻瓜。他同事无意间说的话忽然在耳边响起：行啊，我还以为你为了林冉要一直单身呢。真要结婚，不是赌气吧？那时我没留意到李明峰尴尬的表情，信誓旦旦地说：我们是真心相爱。现在我才明白他问这句话的原因，再也没了说这句话的底气。我深呼吸几口，合上手机，打开手机想跟李明峰说分手，却看见他连昨天我讨论婚礼细节的消息都没回复。点进朋友圈，背景是一片空白，没有一条动态，只有头像下空空荡荡的一个字：等。我唇角扯出苦笑，无力地倒在沙发上。从前不知道他心里藏着别人，只以为他性格冷淡，不善于表达。现在想想，我简直天真的可笑。朋友圈的简介，我问了他许多次，他都没有回答过。此刻终于知道了答案，距离我们期待的婚礼还有7天。我将倒计时设置成手机的动态壁纸，每天提醒自己。看着屏幕上秒针跳动的数字，我揉了揉发酸的眼眶，压下满心疲惫。刚准备订票的时候，李明峰的同事给我打来电话，扬言李明峰喝多了，你要不过来把他带回去吧，我把地址发你。听筒里，我隐隐听见李明峰熟悉的声音喊着林冉，心脏猝不及防被刺痛。对方立刻捂着手机挂断了电话。我摇摇头，甩开不该有的情绪，换好衣服走到玄关处，才看见我精心挑选的情侣手链里属于李明峰的那一半被随意地扔在桌子上。这是我找专门的店铺根据我们的喜好定制的。他说太幼稚，从来没戴过。想了想，我拿起手链扔进垃圾桶里，抬眼又瞥见书架上他没拆封过的情侣相册，像是在无声嘲笑我的一厢情愿。一股无力的烦躁涌上心头，我拿起垃圾桶，将所有情侣的东西全部丢进袋子里。扔完垃圾后，我打车赶去他同事发来的地址。走到包间门口那刻，里面传来嬉笑的问话：林冉怎么今天回来了？不会是听说我们李明峰要结婚的消息后悔了吧？我深吸口气，唇角扯出一抹笑意，伸手推开门进去。里面的笑闹声瞬间停止，众人脸上皆是尴尬。7天后就要和我结婚的男人正满脸温柔地抱着另一个女人，那个女人的脸
我刚刚在他手机里看过无数遍。李明峰的同事没想到我来得这么快，急忙伸手将他从林冉身上拉开。可惜李明峰似乎喝了不少，根本无动于衷，嘴里模糊不清地骂着：“滚开，别碰我！”我还是第一次见他醉成这样。他同事凑在他耳边开口：“扬言来接你了，你醒醒，你马上要结婚了。”其余人见状也上前帮忙，费了好大的力气，终于拽开李明峰，抓着林冉的手。他身体重重砸进沙发里，面色一片通红。他同事这才松口气，给我介绍：“这是我们的大学同学林冉，去年就出国了，今天刚刚回来，正好赶上我们聚会。李明峰喝多了，你别多想，若是以前，或许我会当场失控地问他们，明知道我和李明峰快结婚了，为什么要让林冉来？为什么不阻止？可现在我只是无所谓的笑笑。”一旁林冉看着我的目光里带着探究的意味，直到李明峰的同事开始介绍我的身份，说到未婚妻3个字，沙发上沉默半晌的李明峰怒声开口：“是同事。”一瞬间，我衣袖下的手紧紧攥了起来，手心被指甲戳得发疼，隐隐有些颤抖。周围的人都变了脸色，看着我的眼神透露出为难。这不是李明峰第一次不想公开我的身份，早在他拒绝发朋友圈，拒绝一起在公司里公开关系，拒绝婚礼邀请太多亲友时，我就已经猜到了我们的结局。只是不甘心地想用5年的感情赌一次，结果还是输了。我依旧强撑着笑意，和林冉点头：“你好，我是李明峰的同事杨言，你比照片里更漂亮。”一句话说完，包间里彻底没了声音，众人神色各异的面面相觑。林冉不以为然地笑了笑，伸手去拿桌上的水果。结果刚刚倒下的李明峰又一次挺直了身子坐起来：“林冉，你对桃子过敏，不能吃。”林冉伸出的手顿在半空，看着他认真的表情，颇为好笑，柔声道：“你怎么和几年前一样啊，傻子，这是苹果，你喝醉了。”那一刻，我脑海里似乎有什么东西轰然炸响，碎片刺得我心脏血肉模糊。原来他不是记不住，只是不关心我而已。5年来，我无数次提醒过他，我花生过敏，可他做饭的首选永远是花生相关的菜品。我从一开始的生气，到后来的妥协，甚至欺骗自己，他只是工作太忙了，脑子里装不下其他东西。可今天现实又一次将我抽醒。每一个细节都在揭露他不爱我的事实。我面无表情地将他从沙发上扶起，下楼打车时，林冉却追了出来，温柔的眼神笑眯眯地望向李明峰的脸，嘴里跟我细心叮嘱：“李明峰酒量不好，而且对某些药物过敏，你回去帮他冲一杯柠檬水，水温不能超过50度。他很快就没事了，不然第2天早上起来会难受。”这些事李明峰从来没跟我说过。我咬咬牙没说话，转身准备上车，他却又一次将我叫住：“对了，要不我加你联系方式吧，晚上他有什么不舒服的你可以问我。”李明峰喝完酒睡觉就不老实，你晚上得一直注意他，万一踢被子就立刻要盖上，否则明天肯定会感冒的。我指甲用力的几乎要嵌进血肉里，睫毛不住的颤动，盯着他无辜的双眼看了半晌，终于点点头。我们互相加了好友，这才发现他的朋友圈背景竟然是跟李明峰的合照。照片上几年前的2个人青春洋溢，眼神坚定，手牵着手。上车后车门关闭那刻，泪水顺着我的眼角无声滑落。从前只听别人说白月光的厉害，
我还不以为然，坚持真心总能换到真心。可这一刻，我的念头动摇了。路上，李明峰的手机几次震动，都是林冉发来消息，问他有没有安全到家。我解锁了屏幕，本来想礼貌性的回一句，却看见他和朋友的聊天记录。假结婚是我最后的办法，如果他还是不回来，我就真的要放弃了。你在群里发一下我结婚的消息，别跟其他人多说。我戳在屏幕上的手指顿住，猛地关掉手机，呼吸却忍不住急促起来，好像再怎么张口，氧气都无法进入胸腔，泪水顺着眼角流淌得越发肆意汹涌。怪不得他1周前忽然跟我求婚，没有戒指，没有婚房，没有彩礼，只有一句：别告诉家里人。我还以为是他觉得这些形式不重要，以为自己的付出终于得到了他的回应，却没想到期待5年的婚礼不过是他刺激林冉回国的筹码。我心底对这段感情的最后一丝不舍终于彻底耗尽，只能不断安慰自己，既然已经决定了离开，那他们的一切都不再和我有任何关系。到家后，李明峰的酒意醒了几分，进门直接自己去了卫生间里洗漱。我按照林冉的话给他准备了柠檬水。最后的7天，总不想给自己这段感情留下遗憾。刚在沙发上坐下，领导就打来电话，说离开前交接手头上工作的事。电话挂断，李明峰烦躁的声音猝不及防地响起：离开？你去哪？他一手擦着湿漉漉的头发，面无表情地朝我问话。我将柠檬水递给他，淡淡开口：没事，去出差。他懒得多想，又或是根本不关心我的一切。接过杯子，低头刚准备喝，才发现里面加了柠檬，眉眼瞬间拧起，怒声朝我质问：你跟谁学的？别没事在网上瞎看，网上的东西不一定适合所有人。杯子被他重重摔在桌子上，他转身回了卧室。我脸上不由溢出苦笑，果然，白月光的办法不是我能效仿的。第2天本来是定好了去试婚纱的日子，李明峰一觉醒来，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对我的态度一如既往的冷淡。可见过了他对林冉的温柔，我再也不会觉得他是天性如此。吃完饭准备出门那刻，他看了一眼手机，忽然开口：婚纱就别去那家店试了，去另一家吧，我看网上评价更好。我收拾碗筷的手顿住：都行，听你的吧。我知道他为什么临时变卦，因为林冉早上发了推荐另一家婚纱店的朋友圈。我没当面戳破他幼稚的谎言，只是不想在感情快要结束的时候让自己难堪。距离出国只剩下5天了，我想给彼此留些体面。出门前我就猜到今天会发生什么，所以特意挑了舒适的鞋子。到了婚纱店，李明峰抬眼眺望半晌，终于在角落里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没跟我打招呼。下一秒，他就直接转身去找林冉。我看着满脸疑惑的店员，不好意思地笑笑：不好意思，今天不是了，钱我们照付。即便穿了舒适的鞋子，可心情沉重的我在街道上还是举步维艰。我好不容易走到李明峰身边，他正对着林冉眉飞色舞的聊天，新郎的外套被他随意搭在肩上。目光落在我身上那刻，眉头明显的紧皱起来，像是生怕我说漏了嘴，在林冉面前曝光我们的关系。他急忙道：你过来干什么？我就跟我同学聊一会。我表情愣住，唇角扯出笑脸。公司有点事没处理完，我得回去一趟。穿着裙子没装手机，只能过来跟你说。他眼底闪过一抹愕然，换作从前我肯定会当场拉下脸，可这次我一句话也没多说，
不想在他跟前碍眼。他脸色缓和下来，点点头，没吭声。我转过身，一步一步地离开，耳边传来的声音渐渐听不真切。你别多想，就是同事拉着我来看看，非要我给点意见。我没说谎。回去后一整天都在公司里忙着交接工作，晚上回到家，他却意外地做好了饭菜等我。见我进门，他立刻收起手机，表情有几分不自然。你回来了？怎么今天这么晚？饭已经弄好了。今早看你好像瘦了些。我脚步顿了一瞬，瘦了吗？好像从看见那些聊天记录起，就没怎么吃饭。此刻看见满桌油腻的菜，我眉头蹙起。你自己吃吧，我没胃口，去休息了。转身时，脚踝上被鞋子磨破皮的伤口暴露在李明峰视线里。我刚进卧室，他就拿着医药箱走到我面前。记忆里，这似乎是5年来他第一次对我流露关心。可惜伤口已经结痂了，我也不再需要他。我婉拒了他的好意。李明峰脸色沉了沉，重新走出去，拿了一个水果放在床头边。对不起，早上我确实没想到他会去婚纱店。认识那么久的同学，碰见了总不能不打招呼。你别多想。我不等他说完，我扫了一眼床头的水果，出声打断。我已经戒水果很久了，吃饭也只吃清淡的。你忘了，为了婚礼时自己处于最佳状态，我苦行僧一样的日子过了近半个月，他却对此毫不在意。在一起这么久，第一次低头就被我接连拒绝。李明峰终于没了好脸色，表情恢复成一贯的冷漠。这次他转身出了房间，没再进来。到了凌晨，我肚子发出咕咕的叫声，起身轻手轻脚地去喝水时，才看见客厅里他手机屏幕发出的微弱光线，光照在李明峰脸上。他手指飞快地按动键盘，笑得开心。想起他说自己从不熬夜，所以不愿意陪我过生日的话，我心下又冷了几分，没去倒水，直接转身回了房间。最后3天是原本计划领证的日子。我走出房间那刻，他已经没了踪影，没有一句解释，没有一条消息。我习惯性地点开林冉的朋友圈，果然看见他发了生病输液的动态。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照顾自己？过了几年，还是要靠着你。一个成年人，怎么在清楚知道过敏源的情况下，把自己搞到生病？我无从得知，也不想再浪费时间探索。我耗费1天时间收拾了自己的行李。李明峰到晚上依旧没出现，只发来一条工作加班的消息。我看着屏幕上的4个大字，满心讥讽。他连骗我的话都不愿意动脑子。那天和他组长打电话，对方特意说为了让他放心休婚假，没再给他安排工作，估计他这会是在医院里加班吧。凌晨，手机壁纸上的倒计时终于变成了0。我在沙发上将就了一晚，第2天起床洗漱后直奔机场。路上不由庆幸，还好婚礼是假的，没通知家里，不然我还真的不知道逃婚要怎么和爸妈解释。进机场那刻，我给李明峰打去电话，想说分手的事。铃声刚响了一下，就被对方直接挂断。接着他发来一条语音消息，语气不耐烦到极致。我马上就到了，你急什么急？说了办婚礼我还能跑不成？林冉生病了，我只是这里有事走不开，你能不能懂点事？你先稳住我那些朋友，我今天有话跟你说。语音播放结束，我面无表情地敲动键盘，给他发去文字消息：分手吧，婚礼让给你们。不等他回复，我直接拉黑删除了他的联系方式，又特意将手机设置成飞行模式，转身上了飞机。
10个小时的飞行路程，有一半的时间我闭上眼都是我们相处的5年。爱的时间太久，爱他似乎已经成了我的习惯。骤然分开，就像割舍身体的一部分一样痛苦。踏上异国土地那刻，我有种恍如隔世的错觉，仿佛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刚打开手机，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却是急得发疯的婚庆公司。苏小姐，您的婚礼还办吗？为数不多的几个宾客都已经走光了，我们还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新娘没到，新郎也不见踪影。我们打电话跟林先生说了情况，他一听见您没到场，直接气得挂断了电话。我们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联系到您。我举着手机的手僵在半空，一边打车一边淡淡开口：“那就不办了，尾款我已经结过了，你们的工作也完成了，辛苦了。”我挂断电话上了车，路上心中的酸涩却止不住的翻涌，心底最后一丝期待李明峰看见我失踪着急到发疯的奢望也彻底破灭。罢了，他连婚礼都能失约，知道我逃婚又如何？我按照上司给的公寓地址赶到楼下，刚提着行李准备上去时，李明峰的同事又打来电话，我们都已经分手，以后跟他的同事更没有联系的必要，还是把话说清楚吧。我犹豫2秒才按下接听，对面却响起李明峰恼怒至极的骂声：“杨岩，你发什么神经？谁给你的胆子拉黑我的号码？你去哪了？说话！我不是跟你解释了吗？林冉生病了，我只是这里有事走不开，你能不能别胡闹？你今天是不是没去婚礼？你现在在哪？给我发地址。”我眉头拧了起来，冷声道：“没看见我给你发的消息吗？我们已经分手了，我去哪都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同事的号码我也拉黑了，以后别联系了。”没想到他先一步缺席婚礼，竟然还有脸打电话向我问责。不等他再次开口，我直接挂断了电话，将这个号码也加入黑名单里。走进公寓大楼，拖着行李上了电梯，简单收拾了一下房间。我刚放松下来，坐在沙发上休息，上司就打来了电话，声音里带着显而易见的担忧：“杨岩，你没和你老公说你出国的事吗？他刚刚打电话问到我这里了，听着都快急疯了，马上要报警。”我就告诉他你国外的地址了。我呼吸一滞，对着手机长叹口气：“算了，没事，说就说了吧，他也不可能真的来找我。对了，我们没结婚，他以后都和我没关系了。”上司似乎从简短的话里明白了几分，最后只提醒我别因为私人问题影响工作，就挂了电话。我烦躁地揉乱头发，点开手机拦截的黑名单消息，才看见满屏都是他的号码。在一起5年，他主动联系我的次数加起来都没有今天1天多，真是可笑又讽刺。或许他是不想让自己简易的婚礼同时缺席2个主角，太过难堪吧。我这会终于有时间点开相册，清理过去偷拍他的照片，手指顺着屏幕滑动，似乎又爱了他一遍。相片彻底删除清空那刻，我从沙发上站起身，朝楼下走去，买了一瓶红酒上来。在一起时，因为他讨厌酒味，我再难过也只能默默流泪，否则他就会对我发脾气。分手后重获自由，此刻像是赌气一般，给自己倒满杯子，一饮而尽。酒劲上头让我意识渐渐模糊，我习惯性地点开林冉的朋友圈，却看见他在8个小时前又更新了一条。8个小时前，那是婚礼刚刚开始的时候，图片上一只熟悉的手握着病床边的栏杆，配文：“你陪着我的时候，我觉得好安心，什么都不怕了。”
泪水登时溢出眼眶。我唇角浮起冷笑，手颤抖着打出一行字：我打错又删，删了又打。半晌，他评论区里多了一句话：你赢了，你的安心我还给你。我删除了他的联系方式，给这段感情画上最后的句点。关掉手机的下一秒，就倒在沙发上，彻底昏睡了过去。第二天闹钟响起，我顶着红肿的双眼洗漱上班。第一天接触国外分公司，忙得晕头转向，根本没空想他。割舍一段错误的感情，比我想象中的容易许多。手机也再没有收到国内的来电，本以为我们之间到这里就结束了。下班时，却在异国公司的楼下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李明峰背对着公司大门，攥着手机，语气满是不耐。病情又严重了，找医生啊！我又不是医生，我这边还有事。他生病找家人，不比我过去方便吗？行了，没事，先别给我打电话。我瞥了一眼，脚步没停，绕开他就准备回公寓里。可刚走出2步，耳边响起急促的脚步声。不等我跑起来，手腕已经被李明峰紧紧攥住。你出国为什么不告诉我？就因为我送林冉去医院的事吗？我不是已经跟你解释过了？你能不能别闹了？家里的东西怎么都搬空了？那是我们共同的家，我没有知情权吗？本以为我已经足够坚强，可在异国又一次遇见他，听见他嘴里责怪的话，泪水还是难以控制地涌出眼眶。我用力甩开他的手，转头看向他，告诉你，为什么要告诉你？告诉你什么呢？说我看见了你手机里无数条林冉的聊天记录，还是说我看见了你拿婚礼当筹码刺激林冉回国？他通宵赶飞机的脸是我从没见过的憔悴，眼底血丝肆意蔓延。要是从前，或许我已经心软的用不着他开口，就乖乖放弃国外的机会跟他回家。可这次，我对上他无助的双眼，心中却生不起半分同情和心疼。李明峰焦急的表情僵在脸上，显然没想到我会看他的手机，第一反应是朝我质问：你动我电脑了？我没说过上面都是工作的聊天吗？谁让你看的？我没有隐私吗？察觉到自己情绪太激动，他深吸口气，刚想解释，我当场冷笑出声：你忙着聚会，抱着林冉哭，你组长联系不到，你又着急要文件，电话打到我这里，你以为是我想看？我看一眼都嫌恶心。这是我恋爱5年来第一次对他冷脸，态度决绝。李明峰却以为我是在吃醋胡闹，再次开口时语气温柔下来，带着几分讨好的意味。手机里的东西我可以解释，那只是存的时间太久了，我忘记删除了。婚礼的事，我之前被他甩了，你也知道，就是在朋友面前这样说，想给自己留点面子。没想到你会误会，你相信我。从说出跟你结婚那刻起，我心里早就没有他了。照顾他也不过是出于朋友的道义。正好他回国了，我也想跟以前的事情做个了结。他解释的话听在我耳里，只像为自己行为狡辩的借口。唇角冷笑的弧度更深了些。是吗，李明峰？你是想说你在没有和以前的事了结的时候，跟我谈了5年的恋爱，我算什么？清理你过去回忆的工具。从你无数次放弃我选择他的时候，就已经不需要解释了。你的行为就是最好的答案。说出来的话，你自己不想笑吗？你不怕我难过，不怕我失望，不怕我离开，现在找过来干什么？听我当面说分手吗？他的脸色在我的质问声里一点点白了下去，张了张口，却说不出一句话。我转身准备离开时，他才缓缓开口：手机里的东西，我现在就可以删除。
如果我说一开始我是动摇过，可在听到你没有去婚礼时，就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心意。现在过来挽回，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我没回头，也没吭声，在他期待的眼神里，脚步坚定地离开。这次他没再拦我，能再给这段感情一次机会吗？这句话在林冉出现后，我无数次问过自己，也给了他无数次机会，可结果显而易见。我再也不想重蹈覆辙。回到公寓里，简单的洗漱了一下，门外响起阵阵敲门声。打开迎面撞上一个巨大的保温饭盒，李明峰阳光的笑脸从后侧露了出来。听说国外的饭菜都不合口味，我专门给你做的，趁热试试。这是他第一次面对我时笑得这样灿烂，也是第一次为我下厨。我一时间有些恍神，反应过来，直接将门摔上。他意料之外的没生气，耐心地继续轻轻敲门。我身体贴着门后，无力地滑落。为什么要等分开了才来爱我？我已经不需要了。他敲了半个小时，我就在地上坐了半个小时，直到门外响起铃声。医院似乎又打来了电话。他耐心耗尽，声音暴躁起来。我不是说过了吗？他生病去找医生啊。生病又不是我造成的，我的婚礼都被毁了。我现在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那头不依不饶地跟他说了许久。一阵脚步声响起，门外彻底安静下来。我这才起身打开门，只剩一个保温饭盒被留在地上。果然，哪怕逃婚，我也争不过他。可我已经不想要了。我将饭盒扔进垃圾桶里，拿出手机点了外卖。本以为李明峰接到这个电话会直接买票回国，却没成想第二天下楼又看见他等在门口，手里抱着一捧鲜花。我扫了一眼，想装作没看见的样子离开，他却跟着我的脚步追了上来。我送你去上班吧，听说国外的治安不太好，你一个人我不放心。听见这句话，我脚步猛地顿在原地。李明峰，你是不是觉得演深情的戏码很有趣？我在国内的时候，无数次加班下班，一个人回家，让你来接我。你说了什么？你忘记了？你说其他女生不也是这样过的？难道单身就不配活着吗？害怕就自己小心点，你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话落，他瞳孔颤了颤，我却接着开口。现在我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请你离开，以后都不要再来打扰我。我走到路边叫了一辆车，刚打开车门上去，他也钻了进来。我承认我以前作为你男朋友不合格，现在给我个机会弥补行吗？我不想我们就这样因为误会分开，我不想再和他浪费时间，索性闭上眼睛休息。路上他的手机响了又关，关了又响。我不耐烦地怒声道：你忙你自己的事情行吗？别出现在我面前，已经分开了，你做这些有什么意义？你的心上人在国内，不在这里。话落，车也刚好到了公司楼下，我立刻下车关门，没给他留1分钟。进了电梯，就掏出手机给李明峰的组长打去电话。他没结婚，为什么还能休婚假？公司没活让他做吗？能不能赶紧让他回去？对方迟疑半晌，才开口解释：李明峰休的是年假，我也没办法。我烦躁地挂断电话。之后1周时间，他像幽魂一样，时刻出现在我周围。不得不说，人的习惯是个可怕的东西。我从一开始的愤怒，到后来的淡然，不过几天时间。第7天晚上，公寓的房东给我打来电话，说楼上有人投诉李明峰扰民，看他经常在我房门口出现，问他是不是我的朋友。我满心疑惑，追问下房东才说，李明峰在公寓楼下搭建了一个帐篷，每天晚上彻夜亮灯，只要有人进我这栋楼，
他就得冲上去问人家门牌号，确认是不是住户。公寓楼已经不少人因此退租了。我急忙从沙发上爬起身，跑到阳台上，果然看见楼下一个小帐篷里亮着刺目的灯光，将他的号码拉出黑名单，打过去问了半天，他才缓缓开口：我怕你一个人住不安全，我是临时过来，还没在这栋楼找到能租的房子，所以就凑合住在楼下。对了，跟你说个好消息，我已经和公司申请过了，争取到了我们部门出国培训的名额。他语气里的兴奋掩饰不住，就像当初恋爱里憧憬未来的我却没有多余的情绪，说了句知道了就挂断了电话。当天夜里我失眠了，凌晨外面开始下起暴雨，我心脏像是被揪起一块，走到阳台上往下看，昏暗的光线下却看不清楚他的位置。我烦躁地爬上床，捂着耳朵逼迫自己休息。第二天上班时雨已经停了，天灰暗得像末日来临。他平常等我的位置此刻没有人影，我顿了一瞬，压下心底的失落，打车去公司上班。难得一整天都没收到他骚扰求和的消息。下班时外面又开始下起暴雨，我等了1个小时才打到车，却没想到暴雨影响视野，司机经过一个路口时看不清指示灯，被一旁冲出来的汽车撞得当场侧翻。巨大的冲击力让我内脏疼得近乎粉碎，一瞬间我感受到死神的降临。我用力发出虚弱的声音和司机呼救，半天没听见回应，才发现他已经奄奄一息。暴雨不停冲刷着车窗的碎玻璃，我的求救声被淹没在雨声里，浑身的血液顺着伤口肆意流逝。我体温迅速降低，意识模糊间，我唯一想起来的人竟然还是李明峰。幸好手机在衣服内侧，我用最后的力气强撑着给按下紧急联系按键，手机自动拨出李明峰的号码，一连3次，直到铃声响完他都没接听。眼泪流进雨水里，我彻底失去了意识。再次醒来，已经被好心人送进病房里。李明峰脸色苍白地守在病床前，下巴上长满了泛青的胡茬，看着好不可怜。我直接闭上眼，不愿意再看他。他脸上慌乱起来，声音带着颤抖：对不起，我不知道你给我打电话了，我手机没电关机了，我刚刚从国内赶过来。林冉，他背下了病危通知书，说想最后看我一眼。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已经分开了，你去看谁是你的自由。是我又一次自作自受，非要血淋淋的教训摆在眼前，才愿意相信自己始终在他心里没有一席之地。呼吸间断裂的肋骨疼得我额头渗出冷汗，他伸手帮我擦拭，我只冷声道：滚，我们到此为止，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去找林冉吧。李明峰终于意识到自己要永远的失去我，急忙开口：我已经回去看过了，我没想到他会拿这件事骗我，我以后都不可能相信他了。我跟他也已经说清楚了，以后他和我没有任何关系。重要吗？我声音里没有丝毫情绪，看着他的眼神像是看着一个陌生人。他眼底的情绪渐渐绽开裂痕，张口想解释，却无话可说。你相信我一次。我眉头拧起，忍着呼吸时胸腔的剧痛开口：李明峰，我们结束了，彻底，永远，别让我恨你。他瞳孔颤抖起来，朝我伸出的手僵在半空，对上我满是恨意的双眼，终于没再开口。僵持几分钟后，他彻底败下阵来，转身离开了病房。他的身影似乎消失在了我的生活里，除了每天病房门口按时送到的中餐。出院后，我回到公司里，
路过他的部门时，他正埋头写着方案。我们成了这间公司里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连工作上的交流都要靠邮件。整整1年，他以为他藏得很好，可我还是能注意到会议上注视我的那道眼神。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炽热，直到一大捧玫瑰送到我办公桌上，他发了疯地冲到我面前质问。我看着他为爱疯狂的嘴脸，和几年前的我如出一辙，我却只淡淡道：“恋爱了。结婚的时候给你发请柬，是那天暴雨里救我的人。”他听见这句话后，失魂落魄地离开。第2天，公司就发出消息，他已经培训结束回国，这是我们最好的结局。当天，我和男友商量了婚礼的日期，这次我要当幸福的新娘。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